華國鋒做夢也沒想到，自己作為國家領導人，竟然會被一個病人威脅。劉伯承躺在病床上，雙目失明，卻態度堅決。我死後只提一個要求，就是要鄧小平主持追悼會，否則絕不進八寶山，讓我的兒子把我的屍體扔進荒郊野外去算了。劉伯承是開國10大元帥之一，他的追悼會由誰主持，本來是中央統一安排的事情，但他卻在臨終前提出了這樣一個近乎威脅的要求。1975年，鄧小平正面臨第3次被打倒的危機，當時的政治形勢極為複雜，鄧小平的命運未卜，而劉伯承卻選擇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為老戰友背書。從1938年開始，劉伯承任八路軍129師師長，鄧小平任政治委員。此後，在晋冀魯豫野戰軍、中原野戰軍、第2野戰軍，他們始終是一個師長、司令員，一個政治委員，整整13年，形影不離。人們習慣把他們稱為劉鄧，把他們指揮的軍隊稱為劉鄧大軍。而他們麾下的戰士也總是說劉鄧就是劉鄧，連一個頓號都加不進去。鄧小平常常對參謀人員說，劉司令員年紀大，身體弱，有事多找我和參謀長，他是我們的軍事家，大事才找他決策。劉伯承則常說，邓政委文武雙全，我們大家都要尊敬他，都要听政委的。两個人的分工非常默契，劉伯承是大軍事家，負責戰役指揮，鄧小平是大政治家，負責政治工作和後勤保障。他們一個管打仗，一個管其他一切，配合得天衣無縫。鄧小平曾写道，5年來我們生活在一塊，工作在一塊，感情很融洽，工作關係非常協調。我們偶然也有爭論，但從來沒有哪個固執己見，哪個意見比較對就一致的去做。這不是客套話，而是兩個人合作的真實寫照。他們的關係不僅停留在工作層面，兩家人的私交也非常深厚，甚至連鄧小平兒子的名字都是劉伯承起的。劉伯承的大兒子7歲，起名劉太行。鄧小平的兒子2歲了還沒起名，因為長得胖，大家都叫他胖胖。卓林讓鄧小平給孩子起名字，鄧小平說那就叫鄧太行吧。卓林表示司令员的兒子已經叫太行了，不能重名，讓劉伯承給起一個。劉伯承拿出一張寫着朴實方正的紙，說這孩子生得正是朴實方正，就叫朴方吧。從此鄧朴方這個名字就叫開了。而劉鄧兩家的關係早就已經超越了同事戰友的範疇，是真正的至交。然而這對黃金搭檔後來的命運卻發生了巨大的分化。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後，劉伯承雖然擔任了中央軍委戰略小組組長，但實際上已經賦閒，他的眼睛越來越差，最後左眼也完全失明。1966年，鄧小平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帽子，被打倒下放到江西，凶多吉少。劉伯承雖然雙目失明，卻時刻關注着老戰友的命運。1972年，陳毅去世後，劉伯承精神上遭受了巨大的打擊，他對鄧小平的處境也越來越擔憂，於是他留下了那個震驚世人的遺囑。但這個遺囑真的能實現嗎？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下集，繼續為您講解